Hello，大家好，这期我们来看卡特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像这版本卡特这种中单刺客，能吃到风暴狂涌这件装备的刺客，都是我觉得不是 T1就是 T0，就很变态。特别是卡特这种能一直收割的。就变态中的变态，你知道吧？就你团战，他只要那一套伤害先打出来，你就是最先没那一个，可能不一定是他杀的你，但你绝对是最先没有的，就是5v5团战里面，你最先没的就是你了。但卡特前期还是有点弱啊，需要一些技巧。这就是考验你卡特的基本功了，怎么去度过前期。炸弹人，说实话，我感觉炸弹人是那种前期不强，中期挺能守塔的，但一旦队友崩的话，其实炸弹人是没办法，就有种无力回天的那种感觉。炸弹人，除非玩的特别好的那种炸弹人。给我一种那种感觉。好了，度过了3级，最危险的时间度过了。3打3，小团战这种过来捡个1，打了个很满的 AOE， 那对面技能交完了，那就完全收割就行了。哦，有1技能还好。对面炸弹人是带着电刑吗？带电刑的炸弹人吗？好像是。像卡特的话，还是要先把鞋子给做出来。他这给的好快啊，我看不清。因为录制跟他那个帧率是会有点不太一样，而且特别是玩这种卡特这类的绝活哥啊，他们这眼睛看那个频率快好多，这就是高手和普通人之间适应不了的一个点，知道吧？所以也会导致就是说，就是看他这种切来切去的这种观赏性非常差。这上来有大招的，甚至闪现助攻都没撑上。没交闪现，对面交的闪。想要摊一个那个什么助攻都摊不到。哎呀，到处都是野。这辅助跟射手吵起来了。
哦，可以看到这边卡特是主 E 技能，现在真的假的？真的这样玩吗？但以前是主 Q， 我好像不是哈，好像是主 E 技能。我之前录这我没注意看卡特是主什么技能，但卡特玩的好的话，很容易赢啊，主要是太容易赢了。哦，这里直接丢大招，这群炸弹也玩的很会玩。卡特虽然说到处游，但其实效果并不是很理想，就是除了那前期的那波3v3团战，那炸弹人估计也知道了啊，我就在线上限制你。法爆球做出来，然后第二件的话就直接做这个风暴狂涌。过来先打一套。炸弹人没露视野，肯定在哪里蹲着，角落里面蹲着。你看他这种就是会玩的炸弹人，他到处蹲视角，就是到处苟着，知道吧？苟在没人的地方，但还是被硬切死了。说实话，你如果说你不是像这个卡特这种绝活哥啊，你还真不好去切死，就是找到对面的，就是这么舒服的去切掉对面的那个炸弹人啊。炸弹人的话是做的是产翼这件装备，打完一套输出，但狂子不 EQ 大，他不大招诓人，他诓人的话其实都能杀了。这边收到一个还行。赶紧走。炸弹人是带的先攻是吧？完了，风骚走位，还好这边有个红 buff， 不然没红 buff 还真出事了。我跟你说，包出事的。不给 A 果子啊！对面，我跟你说，对面炸弹人也带着果子天赋，不用看了，我知道的。其实可以回去做那个风暴狂涌了，但还想再吃点经济，像这种。确实吃的越多是吧？回去稍微多出一点，都能加快一点，加多一点伤害，多出一件嘛。这边4、5个人，炸弹人应该在蓝 buff 位置，就看他怎么露出来。炸弹人在在2塔，这就是正规的一个炸弹人的那个位置呢。他这里 E 技能没有 E 到那个什么，E 到那个泰坦身上。如果E 到泰坦身上杀掉的话，是可以一直给伤害的。有点可惜啊。
就是队友都死了，炸弹人没死，这就是会玩的炸弹人。他真的不可能漏视野，漏不了视野。这就是还有一个点，就是炸弹人不好的一个点，就是他发育，就算他没有被对面卡特一直切，或者说太多次击杀什么的，但是炸弹人，就是怎么说呢？队友不行的话，炸弹人就是很难说赢。所以不太建议大家玩炸弹人的原因也在这里面。中单最好还是玩，要么就是玩卡特啊、阿卡丽这种 AP 刺客，要么就玩这种叫什么控制 AP 控制，像冰女啊，或者说加里奥这种。能给到一定控制的、稳定控制的，但加里奥我其实发现加里奥打辅助非常好 ，W 一开往内一站，你不交闪你就要吃，你交闪就他其实就是羊毛，我跟你说，就很多情况下我就一个 W 去逼射手的闪，我就一技能贴你脸上 ，W 一开我摁住，我不是说先嘲讽你，我就摁住，反正我的队友也赶不过来，但你不想吃。有些人就会下意识的交闪现，其实那个闪现完全没必要交，因为就算被我嘲讽了，他也是没事的，因为我一个辅助加里奥没伤害的嘛，对吧？看看对面有没有敢靠过来，直接上来先秒射手，但炸弹人就在后面。所以有个点，你玩炸弹人的话，尽量是要搬这个，最好是。不要对线这种刺客，就是你对面选了刺客的话，你不要去玩炸弹人，你会很难受，你会非常的难受。炸弹人最好还是玩就是打那种比较呆的中单，或者说长手法师会好一些。再来一套，这炸弹人可以，你可以感觉到啊，就是虽然说这边杀的就是切人才是切的蛮不错的，伤害发育都很好，但你可以感觉到对面炸弹人就是很烦，而且你还处理不掉他，就他那个距离就是很安全。而且伤害也给到能稍微给到你身上，不能说有爆发输出什么的，但他就是能骚扰你。如果你一旦操作的不好，其实你就会非常难受，你就有可能会被对面收掉或者什么的。炸弹人做了一个小的那个护臂这个金身其实没必要太早做，金身是最后才需要做大件，前期的话就只要做个护臂就够了，有40点法强和物抗，和25还是15的物抗，不多的就不讲。打劫啊，金身就是小护臂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有没有？这炸弹就是不出来的，就大招丢啊，丢完大招就啊丢 Q， 他就可以恶心你这2下，然后给眼，他一定要去把视野做好。炸弹没视野的话，他就非常难受。
所以你要打炸弹人还有个点就是把这视野也要做好，把他的视野排掉，对他来说就非常难受。但高手的话会预判你的位置，有时候。这狮子狗跳了这么多，才2个人的，这里大招过来被反秒，正常操作了。杰斯的这个伤害一整套灌出来，虽然说他经济差一件啊，一整件，但还是疼啊，这种英雄，他纯输出的。卡特强还是强在他这个一阶大招啊，他进团的时候，团战里面那个爆发能力特别变态。那你说他是那种单体，就是说1v1单挑的话，其实他除了去秒对面的 C 位，比如说射手跟中单脆皮这种是可以的，但如果要上升到打战士，他必须得4件套，要有个破甲，看到吧？对，法川说错了。想要找对面炸弹人，但这个兵线的话是漏视野的了。一个大招，我炸的这个血量是有点多，还是得回去把法穿棒给做出来。这吸血鞋20点法强，然后就算叠满以后有10%的全能吸血，真的不如法穿鞋。没什么用，而且还是得生命保证在就是那种50%的时候才有更多的伤害啊，没用的。你看这边随便都是血量就是降下来了，哎，终于，哎呀，还是扛塔了。最后，以为能终于再杀一次炸弹人，没想到被对面反杀。那行，那第1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